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了美股依然按照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给出的运行逻辑，在继续一个反弹的进程。那么这一轮行情我们看到了，从3月7日开始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让美股跌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的重要支撑。但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位置在低点附近就有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同时呢，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突破了重要的压力位144、169日均线之后，行情最终呢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啊，突破了一个重要的压力位，这条压力位呢，就是位于33300点的一个筹码中枢。这条筹码中枢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周新线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压力。那么基于这条压力被突破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前天晚上的回踩动作，然后昨天晚间这个回踩之后继续出现了反弹，也就是目前行情对于美股来说，重要支撑位已经上移到33300点附近。那么这种行情我认为是一个反转行情，必然会带动之前背离结构的比特币之前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比特币是一直在上涨的。那么目前道指的反转比特币还没有跟随上来，因此呢，最终的行情我认为是美股和比特币这一根绳上的两根蚂蚱会出现相对的同步现象就是出现同时的上涨行情。那么就在昨天，比特币冲高29000美金附近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回踩动作，重新回到了一个箱体结构当中，并且呢，目前小线级别 K 线围绕着小时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做缠绕。那么这种行情，我认为从它开始的这个收敛三角形过渡到箱形结构。那么最终在小时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上它会形成一个更窄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并且围绕这个收敛三角形发动突破。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已经进行了第4次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前面3次分别是这个位置第2次是失败做告终第3次成功站上了28000美金。那么第4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一定会以突破3万美金为信号。那么如果发动第4次上涨西游的话，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目前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沙僧阳线上方的压力位呢是在169均线这个位置形成的压力位。那么如果能够突破3万美金，最终呢在周线级别上会出现唐僧阳线，目标点位呢是32000美金。基于外围市场美股依旧在上涨趋势当中，所以呢，对于比特币来说，应该在不同的时间级别找到合理的多头趋势布局的仓位布局的位置。那么首先可以看到小线级别，小线级别上下方波峰波谷连线在27500美金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所以呢，第一个仓位点位在这个位置。那么第二个仓位呢，我认为是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目前也在27500点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所以呢，第一个仓位是在27500，第二个仓位呢可以在这个26500美金附近，也就是箱体的下边线这个区域上挂多单那么行情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做行情只要做对3点即可第一点呢是判断对趋势目前是多头趋势，第二点呢是布局合理的位置第三点呢是分仓进场之后都要设置止损最终呢一定会获得趋势行情的利润。那么从昨天开始行情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首先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这个交易对出现了激烈的反弹，并且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它在反弹过程当中成功站上了 0.067。这个位置非常关键是22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位曾经被日线下跌西游跌破之后反弹上来。那么对于行情来说，支撑位上移之后它大概率会形成一个多头的行情。因此呢，目前来看，以太坊是相对于比特币领涨的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交易对，
在这个交易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太坊在突破箱体结构之后呢，进行了一个筹码密集区的缠绕过程，并且呢，在4月4日的这一天走出了一轮新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就有机会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标点位就在$2000上方，同时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啊。那上方最重要的压力位呢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在$1970构成了一个压力，如果最终突破完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话，那么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是在$2200附近。同时，行情当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板块轮动现象。我们之前非常关注的 SXP 出现了一定的回调，目前回调幅度我们测量一下，已经达到22%啊，这个回调幅度还是比较浅的。我认为相对深一点的回调也可能在这里发生。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首先在3月29日，对于 SXP 来说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是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这个位置就构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大概率会出现小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那么目前的调整过程，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意味着4小时级别调整宣告基本上结束了。如果不能够发生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那么目前是一个开始建仓 SXP 的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原因是它在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通过合并 K 线，未来可能会发生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上一周的量价齐升之后，构成了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在悟空阳线之后呢，本周正在走八戒阳线那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唐僧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它的目标点位呢是在$1.2附近。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话，所以呢，虽然经历了调整，虽然经历了很多人持仓的阵痛，但是它的趋势已经形成。所以呢，在行情当中多头呢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仰并且在坚定方向的同时呢，在高位少量的减仓，在低位呢要不断的补仓。那么对于 SXP 来说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目前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小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正在上移，并且形成支撑。那么4小时级别的144和169还比较远，所以呢，4小时级别上我们不做支撑位和进场的一个信号那么主要是以小日线为主小日线级别上目前已经接近支撑位所以呢应该有一个仓位。在震荡和调整过程当中，很多人对某些东西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信心。但我认为 CFX 这个币种呢，它大概率是跟随比特币和以太坊走势的，并且呢，几乎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2倍以上的杠杆，2到3倍的杠杆。那么它的走势当中，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做调整，并且形成收敛三角形，跌幅接近65%之后急速反转。反转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横盘震荡是日线级别的，所以呢耗时非常长。有些人在这个长时间的震荡过程当中，就容易把底部的筹码交还给超级主力。他不是减仓，他是把底部的筹码全部 all in 的交还给超级主力就是卖掉了。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收敛震荡之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才是变盘的区域，所以呢还需要耐心等待焦点位置大概在4月中旬4月中旬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盘动作有可能回踩一下再上去，也可能直接冲上去这是2种变盘的方式。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CFX 作为龙头币种，香港板块龙头币种，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目前正处在类似我们的人生多震荡的沙僧阳线当中。那么上方会有唐僧阳线这是我们对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多头方向的一个预期。同时我们可以关注的是 LTC 和达世这2个减产币种目前处在一个箱体运行当中的底边线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筹码密集区，我们可以看到箱体的底边线和波峰的连线已经构成了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容易发动多头行情的一个区域所以呢，对于减产币种LTC 和达世来说可以进行一个仓位的布局。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